我的父亲为母帝打下赫赫江山，但在他遇袭身亡之后，我却被贬到贫瘠的北凉。但我秦泽觉醒了至尊领主系统，是要取走女帝的一切。微弱的阳光艰难地穿透云层，斑驳地照射在旷野之上，冰冷刺骨的寒风在旷野上呼啸而过。远处屠元军的喊杀声随着距离的缩短，愈发震耳欲聋。在西京城的城楼之上，秦泽的目光如冰般凝视着远方逐渐逼近的敌军。那些充满狂暴、嗜血与凶恶的声音，让他的眼神更加冰冷。在秦泽身旁，白起的脸色沉如水，那原本便令人生畏的面孔，在此刻显得更加阴沉。然而，紧握的拳头透露出他内心的兴奋。敌军的密集预示着一旦战斗爆发，他们将能够造成巨大的伤害。城墙上的铁灵剑和巨石只需随意发射，便能带走敌人一片生命。随着敌军的逼近，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爆发。城楼上的将士们已经准备好了火油和重弩，等待着白起的命令。而在敌方，摩柯丁作为主帅，虽然不亲自冲锋，但他紧密地观察着战场的每一处变化。当他的军队逐步逼近城墙，他开始感到一丝不安。对方的箭手尚未发射，这是为何？难道是等待更近的距离，以确保更高的杀伤率吗？终于，白起发出命令，城墙上的士兵开始按照他的指示调整重弩的射程，准备投放火油。而在敌方，摩柯丁下达指令，要求重弩射击城楼，试图以此来压制城楼上的守军。突然，一声尖锐的哨声划破沉寂，城楼上的士兵立即行动起来。数以百计的瓦罐携带着火油，从城墙上空飞向敌人密集的队伍中。这些瓦罐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凄美的弧线，然后准确无误地落入敌军之中。地面上的屠元军还未来得及反应，便看到天空中飞来的瓦罐。当这些装满火油的瓦罐碰撞地面时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，火油四溅。而接着，携带火焰的巨石从天而降，落在已经被火油浸透的地方和人群之中，瞬间点燃了一切可燃物。噗！地一声，仿佛是一根火种在油海中跳跃，瞬间激起了一簇火花。这火花在火油的助燃下，转瞬间便变得旺盛无比。几秒之间，火焰如同野兽般熊熊燃烧起来。战场上，数个地方几乎在同时点燃，火焰的光芒在黑夜中格外醒目。无数火花在这偌大的战场上盛放，火油在一处急燃之下，如同受到催化，彻底的燃烧起来。火焰有的孤独地燃烧在空地上，有的则如同蛇形一般连绵不绝。它们附着在一切可燃的物体上，不分活物与死物，尽情释放着毁灭的力量。火光冲天，热浪滚滚，即便是寒风凛冽的夜晚，也被这股烈焰的温度所消融。但在这火光映照下，屠元兵的惨嚎声愈发清晰，凄惨的声音几乎要盖过火焰的呼啸。原本汹涌的喊杀声已荡然无存，只剩下战马的惊恐嘶鸣与士兵们的惨叫和嘶吼。烈焰如同死神的使者，无情地吞噬着一切。那些被火焰围困的士兵滚动在地上，试图扑灭身上的火焰，却只是徒劳。一匹战马浑身被火焰吞噬，宛如一颗流星在夜空中划过，慌乱中在战场上穿梭。他的骑士早已从马背上摔落，而他仍然不知所措地奔跑着，带着火焰的恐怖身影。一些幸运未被火焰触及的轻骑兵见状纷纷避让，但混乱中总有不幸者被这颗流星撞击，转瞬激起火焰。在这场火海中，一位士兵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火油包裹，他的惊恐之情溢于言表，手忙脚乱地拍打着身上的火焰。火油的恶魔般紧紧附着在他的身上，不给他任何逃脱的机会。他尝试脱下燃烧的盔甲，但是那股灼热让他不得不放弃。他的惨叫声在火焰的咆哮中显得尤为凄厉。与此同时，空中的巨石如同天降的厄运，一些杂种的士兵和战马瞬间被压成了血肉模糊的一片，场面惨不忍睹。那些幸存者面对着身边的血腥和死亡，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。战场上的每一个生命在这一刻都显得如此脆弱，无论是强壮的战士还是威猛的战马，都逃不过巨石与火焰的双重摧残。攻城的重器在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下纷纷成为了废墟，粉晕车和攻城塔被一击击溃，强大的冲击力将他们瞬间摧毁，连同周围的士兵一同淹没在血与火之中。那些本应成为城防突破口的战具，现在只是战场上的一堆废铁，而周围的士兵或是被巨石直接砸中，或是被火焰吞噬，无一幸免。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，屠元大军的阵型完全被打乱，原本整齐划一的队伍，现在只剩下慌乱与混乱。士兵们在火光中互相撞击，尖叫声、惨嚎声交织成一首死亡的交响曲。而在战场的中段，屠元军的将领米特里骑在战马上，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。他的脸色苍白，满头大汗。他曾自信满满的认为这将是一场轻松的胜利，但现在他的骑兵精英在还未真正接触敌人之前就已经伤亡惨重。在他下令撤退的那一刻，米特里的心中充满了错愕。但面对着如此残酷的战场，即使再怎么不甘心，他也知道继续下去只会让更多的士兵白白牺牲。摩柯丁站立于战场的边缘，汗水顺着额头滑落，目睹着前方景象的他，内心泛起了前所未有的惶恐。眼前西京城的反击手段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，一片火海，巨石如雨，每一块石头都带着死神的威胁，将士兵们无情地砸入黄泉。那些勇士们
还未来得及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他们的传奇，便已化为战场上一抹惨烈的风景。此刻的摩柯丁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冰凉，手心的汗水仿佛凝固，那是对死亡的极致恐惧。在他的不远处，众弩队已化为火海，昔日的杀机四溢，此刻只剩下哀嚎与绝望。而在西京城楼上，秦泽、白起等人目光如炬，他们的脸上不见惧色，只有冷静与决断。城楼下，士兵们汗如雨下，三弓闯弩的弓弦紧绷，铁灵箭搭载着士兵们的意志破空而出，直指敌军。瞄准远处，让他们知晓这城不可犯。白起的声音在士兵们心中激荡，每一次弓弦的颤动都似是在回应他的呼唤。士兵们在战炮后紧张的操作，巨石再度装载，稍索拉紧。西京城外的战场已化为人间地狱，无尽的巨石如同天怒似的流星雨般坠落，每一块都蕴含着足以毁灭一切的力量，砸向地面，激起尘土飞扬，血肉横飞。石块撞击的声音和惨叫交织成一曲悲惨的交响乐，战场上的士兵们如同稻草人般被一一击倒，生命在此刻显得如此脆弱。在巨石落下的瞬间，死亡的阴影未曾散去，第二轮的杀戮已悄然降临。铁灵箭如同死神的使者，从城楼上搭载着死亡之风，划破长空，准确无误地钻入人群最密集的地方。箭矢所过之处，盾牌被轻易穿透，铠甲如纸糊，强大的冲击力让箭矢穿过一个又一个屠元兵的胸膛，留下一串串生命的终结。那一刻，铁灵箭成了收割生命的镰刀，无情地在屠元兵的队伍中留下一条条死亡的轨迹。场面之残酷，连战场后方的屠元重甲骑兵也未能幸免。铁灵箭的长距离射程让他们同样成为了箭雨的目标，惨叫声此起彼伏，血水染红了泥土，哀嚎充斥着整个战场。此时，屠元国的元帅摩柯丁已是汗如雨下，脸色惨白。他被亲卫团团围住，前方搭起了层层盾牌，试图抵挡这死神的召唤。战事的紧张让他的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，但最终他的决断如同冰冷的刃，切割着他的心。撤兵！撤军的号角声在战场上空回响，原本紧绷的神经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。屠元士兵们在恐惧和死亡的威胁下，毫不迟疑地转身逃离，他们的步伐如同搏命的鬼魅，而那些仍旧坠落的巨石和铁灵箭成为了他们背后追赶的死神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一名身着战甲，右手覆盖着冒着热气的黑色流动液体，显然是经历了沥青的炼狱之火，身上伤痕累累的战士屠沙东驾马疾驰而来。他的声音穿越战场的喧嚣，尽管身负重伤，但他的呼声依然充满了决绝与激情。元帅，我们不能撤兵，即使代价沉重，只要能冲破西京的城门，胜利就在眼前。若是此刻撤退，那么所有牺牲都将化为虚无。屠沙东的眼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，从北库草原经历无数艰难险阻，流亡至屠元国，历经风霜，凭借着他的口才与决心，说服屠元国派遣了40万援军西征。面对心中深仇大恨的敌人，他无法接受将复仇的希望寄托于遥远的未来。在这一刻，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即使战死沙场，也要亲眼见证敌人的覆灭。然而摩柯丁面对屠沙东的激昂呼声，却是愤怒的反驳，指出继续战斗将会造成巨大的伤亡，可能连城门都未能触及。他压抑着内心的矛盾与挣扎，最终下令撤退。就在同征声中，屠元大军开始了狼狈的撤离，战场上的情形更加凄惨，箭雨如注，巨石如雨，许多士兵在逃离过程中命丧黄泉，战马嘶鸣，火焰燃烧，死亡与绝望充斥着每一个角落。屠沙东看着军队的背影，心中满是无力与沉重。他知道，一旦撤退，所有的牺牲都将失去意义。在摩柯丁的决定下，屠元大军的撤离成了不可逆转的事实。屠沙东在绝望中决定孤身一人向着西京城进发，尽管前路凶险，但他的心中只有复仇的决心。就在这时，米特里出现在他的视线中，试图劝退屠沙东，但对于屠沙东而言，那些劝阻声已然遥远。他的心中只有北库草原的荣耀与悲壮，即便是面对死亡，他也要勇往直前。最终，一块巨大的青石划破长空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屠沙东袭来。在那一刻，屠沙东的生命如同流星般划过天际，他的身影连同那匹忠诚的战马一同融入冰冷的地面。而在西京城的城楼上，秦泽双眼微微眯起，看着溃逃的屠元军，他开口道：“开城门！”在那命令响起的刹那，城门轰然开启，铁甲蒙古骑兵整齐划一地驰出城门。在冰冷的月光下，铁甲反射出寒光，如同一股凛冽的风暴，准备吞噬一切敌人。蒙古铁骑的整齐有序，他们为这一刻准备已久，一切似乎都在计划之中。屠元军的溃败成了蒙古铁骑追击的信号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铁骑开始追击屠元军，但他们并不急于速战速决，只是持续施压，让敌军感到绝望的味道。天降巨石，射来铁灵箭，地面上铁骑如同潮水般涌来。屠元军此刻真如丧家之犬，恐惧与绝望写在每个人的脸上。重甲骑兵率先冲出射程，轻骑兵也几近脱离战场，而那些负责拉运战具的步兵则成了无法逃脱的羔羊。他们众多却无处可逃，被火焰焚烧、被巨石砸伤的伤兵数量惊人。这些伤痛与绝望是这场战斗最真实的写照。战马在巨石的惊吓下失去控制，不少骑兵从马背上摔落，
这一幕让剩余的士兵为了生存，不惜抛弃所有，甚至是盔甲武器，只为了一丝生机。然而，当面对死神时，那些护甲又有何用？面对速度与生命的抉择，他们选择了后者，但逃亡之路仍显得如此绝望。而此时，雄鹰军的统帅米特里面对下属的请求，愤怒而绝望。他知道，任何试图救援的行动都是徒劳，他们已损失太多，不能再有更多的牺牲。红河英雄米特里将军率领着雄鹰军迅速撤离，丝毫不顾及身后的步兵。步兵们面容苍白，眼中充满了绝望。然而，突然间，他们意识到巨石的雨幕已经停止，铁灵箭也不再射来。一名士兵扭头望去，只见一大群轻骑兵奔驰而来，手持各式兵器，与他们相距不远。这些屠原兵甚至能看见骑兵们脸上那野兽般的凶狠表情，仿佛在宣告着自己的杀意。士兵们惊呆了，快跑！他们要追上来了！然而，虽然他们奋力逃窜，但怎么可能逃过四蹄之下的追击？不多时，蒙古轻骑便已紧逼在他们身后。随即，一场血腥的屠戮开始了。在出征前夕，屠原大军心怀壮志，一些士兵甚至已经幻想着攻入西京城后的丰功伟绩。按照屠原国的惯例，他们会肆意掠夺，随心所欲地摆布城中百姓。这座辽阔的西京城将成为他们的天堂，让他们尽情享受。然而，此刻所有的幻想都已破灭，只留下手中的兵器和身上的疼痛。鲜血喷涌而出，屠原兵束手无策，被杀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蒙古铁骑们不急于追击，他们知道这些步兵逃不掉，唯一等待他们的是死亡。蒙古铁骑冲入步兵群，要做的只有一个目标：夺取敌人的生命。面对铁骑的猛烈冲击，屠原军队已无战意可言。在战场上，他们从杀敌者变成了被杀戮的对象，成为毫无抵抗之力的牺牲品。蒙古铁骑冲入步兵群，展开了残酷的屠杀。随着战斗的进行，火焰逐渐熄灭，但战斗并未结束。残存的屠原兵需要被彻底清除。太阳已落山，月光洒在战场上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在皎洁的月光下，霍去病率领着部队在远离西京城的边境处架设战炮。他冷眼注视着前方的桥梁，放！战炮齐声发射，巨石如雨般朝着桥梁飞去。夜幕降临，皎洁的月光洒在西京城外，战火渐息，但胜利的喜悦尚未消散。蒙古骑兵在月色下穿梭，清理着战场。屠云兵的尸体铺满地面，寒冬虽至，但不能让这些尸体滞留，以免引发疫情。蒙古士兵们借来的铁锹在挖坑掩埋尸体，木车则将尸体运往深坑旁。尸体旁散落着的武器和盔甲被细心的收集，这些是来自屠原国的精良装备，将被重新利用，经过改制成为大前士兵们的武器。在城门口，秦泽静静聆听着白起的汇报。白起淡定地向秦泽述说了战斗的成果：战死屠原兵马约30万，但由于战场混乱，具体数字难以确定。随后，他命令开始挖坑掩埋尸体，收集战利品。尽管取得了胜利，但仍有大量屠原军逃脱。白起和秦泽决定明日继续出兵，彻底歼灭敌军。他们决心将这些屠原兵留在大前境内，不让他们有喘息之机。秦泽提及霍去病的任务，希望能顺利完成，这才能将屠原兵彻底困在这里。然而，他们都明白，这需要等到明天才能见分晓。白起随即下令将战利品运往屠原大本营，准备改变防守为进攻。士兵们纷纷行动，准备着第二天的战役。皎洁的月光下，犹如一层银色的面纱轻抚大地，映衬着旷野上溃逃的败军。寒风呼啸，使得空气冰冷刺骨，每一缕寒意都在夜色中肆意蔓延。摩克丁领着这支惨淡的队伍，他低垂着头，脸上的沧桑岁月凝结成一道道深深的皱纹，仿佛在述说着他们所经历的苦难。一名副将骑马而来，脸色同样阴沉。他颤声禀报：“元帅，一半以上的人都没跟上。”摩克丁默然，手一挥，示意副将停止。副将无奈地收回了话语，注视着队伍后方惨淡的士兵们，心中也是沉重万分。不要垂头丧气！副将声音响亮而振奋。今日中了他们的诡计，这才没打过他们。要是早知道他们有这样的战决，我们绝不会输。他的声音在寂静的夜色中回荡，然而没有了预料中的回应。士兵们低头默默，眼中失去了先前的锐气与激情。白天的战斗太过惨烈，他们甚至没有与对手正面交锋，就被打得溃不成军。这场战役是彻底的失败，他们毫无招架之力，唯有被动挨打。对方的巨石、铁灵剑简直无法用血肉之躯抵挡。米特里抬起头，沉吟片刻后开口：“我们暂时撤回军营，此役我们彻底惨败，日后再做打算。”在边境处，皎洁的月光洒落在战场上，映照着堆积如山的巨石。霍去病微微颔首，命令士兵收起战炮，随后退至3里地外扎营，避免暴露。他派出一队人先行回城传达消息，而自己则带领众人退至预先选定的扎营地点。抵达扎营地后，探子匆匆赶来报告战况。他激动地宣称：“我军大胜，屠原军正向兵营赶去，全军垂头丧气。”霍去病心中一喜，询问屠原军还剩下多少人，得知约20万人后，他心生沉思。霍去病决定不再等待，而是带领弓箭手们在夜色中朝屠原军营挺进。
尽管人数不多，但霍去病深知屠元军此刻不敢轻易出击，于是果断出击，射箭袭击敌军，造成敌军严重混乱和损失。随着战斗的进行，霍去病见大多数敌军已逃入军营，便带领弓箭手们撤退。一名士兵询问是否再次进攻，霍去病笑道：“不必再来，这几声射箭足以让他们整夜不得安宁。”在屠元军营中，摩柯丁心急如焚，面对被追击的局面，他下令加强夜间巡逻，并让士兵们早点休息以备战。然而，他内心却充满沮丧和疑惑，不知如何向大帝交代。在另一处营帐中，米特里决心不再等待，他认为必须尽快回国，筹集更多兵力，才能与对手抗衡。他祈祷着上帝的庇佑，誓言一定会再次回来，并完成上帝的启示。屠元军营中气氛凝重，米特里匆匆赶到，见到摩柯丁时，他的脸色沉重，眼眶泛红，仿佛隐约流露出了前方悲惨的景象。参将颤声报道了残酷的战斗结果，只剩下不到20万兵马，伤亡惨重，许多士兵失去了武器，无法继续战斗。摩柯丁面色阴沉，周围传来呻吟和惨叫声，营地充斥着痛苦和绝望。战败对他来说并不陌生，但这次的惨败却是前所未有的。30万战士在西京战役中战死，让他心如刀绞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试图平复内心的悲愤。米特里的建议让局势更加紧张，他认为必须立即撤退，以避免敌军再次发起进攻。参将则担心撤军时伤员无法跟上，而在寒冷的夜晚行军也不可行。摩柯丁沉默片刻，他明白此时需要做出决定。他们无法与敌人正面交战，只能尽量保全残兵，并争取下次反击的机会。摩柯丁冷静地下令，让米特里带领能行动的部队立即回国，而留下的伤员则留守军营。他自己也选择留守，以确保有人指挥防守。米特里愤怒地接受了命令，表示自己会在明年再次带着更强大的军队回来为战友报仇。摩柯丁却轻蔑地笑了笑，他并不相信米特里的誓言，只是看到他的表现不禁感到一丝无奈。最终，摩柯丁决定牺牲留守的士兵，以换取更多人的生还。他下令让米特里带着还能行动的士兵回国，而留下的伤员则由他留守军营。这个决定虽然残酷，却是唯一的选择。参将对此不解，但最终也接受了命令。夜深了，寒冷的月光下，一支大军缓缓行进。米特里带领着余下的士兵，在这寒冷的夜晚离开了战场。因为疲倦，他们的步伐显得沉重而迟缓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颓丧与绝望。在军营中，剩余的士兵们无助地蜷缩在帐篷中。寒冷的夜晚，没有篝火的温暖，没有热食的滋味，只有被遗忘的绝望。呻吟声此起彼伏，打乱了夜的宁静。在这悲凉的氛围中，只有那些已经离开了人世的人，才能享受到冬夜的宁静。摩柯丁坐在帐篷中，眼神茫然，手中的匕首颤抖着。营外的呻吟声在他耳边萦绕，他的心在剧烈的疼痛着。砰的一声，匕首从摩柯丁的手中滑落在地，他跪倒在地，泪水无声的流淌，身子在颤抖，仿佛在承受着整个世界的重压。天边泛起了一抹红晕，寒意随着初升的太阳逐渐消散，照射在大地上，将冰霜融化成晶莹剔透的露水。野草低垂着头，被温暖的光芒温柔地拥抱着，而冰冷的地面则被战车车辙的踏碎。战马嘶鸣着，将军们昂首挺胸，与冉冉升起的朝阳一同前行，身后的旌旗猎猎作响，铁蹄隆隆，如雷滚滚。秦泽身着白色大氅，脸上一片从容，只有微风吹拂下的乌发在轻轻飘动。他望着天空，眼神淡然，却透露出一股沉静。白起对身边的士兵道：“是该下雪了，可今日却愈发寒冷。”典韦点头附和：“主公，霍去病已封锁了屠元军的后路，如今他们已无退路。”秦泽微微点头：“典韦建议道：“我们直捣敌营，以战车和弩箭猛攻，定能一举拿下。”白起笑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他扫视了一眼大军后方，木车堆满了战具，准备用以挖掘敌阵。白起回头，眼神深邃：“此地经此一战，明年将可丰收。”然而，当大军逼近敌营时，霍去病突然发现敌营大门敞开，一人驾马而来。霍去病眉头一皱，取出背后的弓箭，正要搭弓引箭，却听那人大喊道：“我乃屠元统帅摩柯丁，请让我与镇北王见一面，我有话要说。”秦泽抬起手，示意霍去病放下弓箭。随后，摩柯丁驾马而来，他指着单衣，这一路骑过来，被风刮得脸色发白，嘴唇都紫了，一双手更是红肿不堪。“止步！”典韦大喝一声道。相隔100米，摩柯丁拉停了马匹，而后一翻身下了马。他向前走了几步，远离了马匹，而后举起手，转了身，示意身上并无武器。做完了这些事，摩柯丁转过身看向大军，目光在人群中看到了秦泽的身影。虽然并未见过他，但看到秦泽身旁的几名将士，他就知道，这便是那个有着赫赫威名的镇北王了。这一眼看去，摩柯丁不由感到一丝恍惚，给自己造成这么大伤亡的人，原来是这样一个年轻的男人，看其年岁，倒和自己在屠元国的儿子差不多大。摩柯丁颤抖着下马，向秦泽跪拜：“王爷，请饶我们一命。”秦泽冷漠地看着他：“如攻守一行，你会放过我们吗？”摩柯丁颤声道：“您要杀尽我们，永无和解。”秦泽怒斥：“你们敢发动战争，
就得承担后果。我大千不怕战争，更不畏惧你们，别惹我们，否则你们图元国也将覆灭。摩柯丁站在秦泽面前，脸色苍白如纸，眼神中失去了往日的锐利与决断。秦泽的声音冷静而淡漠，每个字都像是从冰雪中雕琢而出，传入摩柯丁耳中，令他心底升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寒意。秦泽的话语直截了当，仿佛一把锋利的剑，直指摩柯丁内心最深处的恐惧。从踏入这里的那一刻起，你们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。摩柯丁请求回到军营与战友们团聚的愿望，直到秦泽最终的一声令下，摩柯丁才颤抖着身子骑上马匆匆离去。秦泽与大军缓缓前进的背影显得异常庄严而决绝，他们的每一步都仿佛在宣告着图元国的命运。随后，秦泽率领的大军毫无阻碍地抵达图元军营。军营中的景象令人心酸，无数尸体横陈，生命在这里被无情夺走。白起的命令冷酷无情，不留活口，每一个声音都是死亡的宣判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摩柯丁在营帐内做出了那个绝望的决定。那一刻，他的生命如同那些陨落的星辰，暗淡无光。在无尽的寒风和飞扬的雪花中，米特里及其部下经历了一夜的严寒，他们紧紧裹住破旧的披风，靠着冰冷的粮食和水维持着最后的体温。随着太阳勉强穿透厚厚的云层，一线温暖稍稍拂过他们冻僵的肌肤，却无法驱散深入骨髓的寒意。空气中弥漫着绝望和沉默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与失望。随后，天色渐暗，太阳再次被厚重的云层遮住，阴风如刀割般呼啸而过，温度骤降到了极点。即使是骁勇善战的米特里，此刻也感到了寒冷侵袭，他的嘴唇因寒冷而变得发紫，双手几乎失去了感觉，五指难以灵活操纵。他深深吐出一口白雾，声音透过寒风传向每一个人：快跟上，翻过这个坡就能见到桥了。但部队的状况已经糟糕到了极点，连战马都因疲惫过度而选择停步，这让他们不得不放弃骑乘，改为步行。米特里看着身后那些步履蹒跚的士兵，他的心中充满了怒火与不甘。他怒吼着誓言，要与镇北王做最后的决战，要为这次的耻辱洗血。他回忆起前一日在战场上所遭受的屈辱，巨石的轰击，火焰的焚烧，每一幕都让他既愤怒又恐惧。终于，他们开始艰难地翻越那个土坡，米特里一马当先，他双脚猛地踢击战马，战马不满的嘶鸣一声，开始勉强向坡上攀爬。当米特里到达坡顶的那一刻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前方3里地的桥梁上堆满了巨石，桥面上散落着大小不一的石块，彻底阻断了去路。这一刻，整个队伍陷入了彻底的沉默和绝望，士兵们惊呼声此起彼伏，但更多的是无助和恐慌。米特里的怒吼声在寒风中尖锐地响起，他的金黄长发在风中凌乱飞舞。那一刻，他几乎崩溃，眼中尽是怒火与不甘。然而，当他命令士兵们前去清理桥上的障碍时，却发现几乎没有人响应。他们的身体已经被严寒和长途跋涉折磨到了极限，面对前方的巨石，他们几乎无力举手。在这绝望的时刻，参将托万冷静地提醒米特里现实的残酷，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即便是选择与镇北王决一死战，胜利的希望也渺茫。西京之战注定将成为他们的坟墓。米特里的怒吼声在风雪中渐渐消散，最终他无力地垂下了头。即便是怀着最后一丝希望，也被残酷的现实所击垮。他命令士兵们与他一起去尝试移动桥上的石头。托万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绝境，心中无不是滔天巨浪。桥被封锁，唯一的退路也成了绝路。他的眼前是士兵们疲惫不堪的身影，他们的眼神中已没有了往日的锐气，只剩下深深的绝望。这一切如同重锤一般砸在托万的心上。他轻叹一声，但军人的骨子里不允许他轻言放弃，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。命令下达，精锐部队雄鹰军挺身而出，他们试图移动那些阻塞去路的巨石，每一次挪动都似乎在挑战着他们的极限。但人的力量终究有限，而眼前的困境似乎无解。突然，后方传来了紧急的警报声，霍去病率领的轻骑兵如离弦之箭般射来，他们的目标明确，那就是托万所率领的图元军。箭雨如注，无情地射向图元军。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让已经极度疲惫的图元军更加雪上加霜，士兵们纷纷挥舞盾牌，试图保护自己，但在疲惫和恐惧的双重压力下，他们的抵抗显得如此脆弱。托万的心如同被紧紧握住，他知道，如果继续被动挨打，他们将无一生还。于是他发出了冲锋的命令，希望能以此打破僵局。然而，这几乎是一次自杀性的冲锋。士兵们或许能够在平日里展现出惊人的战力，但在此刻，他们的体力和士气都已跌到了谷底。战场上，生与死的距离仅一线。托万看着自己手下的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倒下，但他也无能为力。与此同时，米特里在前方搬石头的雄鹰军统领听到背后战斗的声音，心中更是一片混乱。面对着堵塞的道路，他几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。最终，雄鹰军的副将决定放弃无用的努力，回去与敌军迎战，即使是死，也要死在战斗中。而米特里面对着众人的背影，他的内心充满了无力和悲愤。他知道，没有了部队的支持，即便他个人能够翻越这堆石头，又能如何？他的国家，他的同胞已经无力回天。战斗继续着，雪花铺满了整个战场。
霍去病等人并没有追求杀敌至上，他们知道眼前的敌人已无还手之力。在秦泽的命令下，他们选择了让雪埋葬一切。秦泽的眼神在接收到系统通知的那一刻闪过了一抹金光。他早已预料到积分的激增，但对于领地面积的扩大，他内心还是有些惊讶。西京这座城市从此刻起正式成为了他的版图一部分，将在他的庇护之下繁荣发展。积分的急速增长意味着他创建军队的步伐将大为加快，这无疑为他接下来的征程增添了一份信心。秦泽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，他的目光投向了桥面上堆砌如山的石头，决定将这些石块留在原处，作为一种策略布局。他信任总有人会来清理这些障碍，为他们铺平前行的道路。随后，他的目光转向了他的部下，声音坚定地宣布了攻入图渊国的计划。全军上下一片响应之声，士气高涨。与此同时，米特里的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他在一声巨响中被惊吓，失足从石头山上跌落，虽未坠入最低处，却也因跌撞而伤痕累累。他的身体疼痛不堪，冷风刺骨，使得他的处境愈发凄凉。看着四周空旷的雪景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绝望。愤怒与失望促使他抛弃了曾给予他信仰与力量的十字吊坠，对着无情的世界发出了诅咒。秦泽和他的军队站在了胜利的一方，团结一心，共同策划着接下来的行动。他们在图渊军营内讨论着战略，利用敌人留下的资源为冬日做准备。秦泽表达了对图渊国的不屑与鄙视，同时对他的将领们表达了深厚的信任，将重要的任务交付给了他们，进攻图渊国，反金家。与此同时，当天夜间，一支骑兵小队正快马加鞭奔赴在前往西京城的路上。这行人神色匆匆，已经奔波了数日。他们身怀急报，乃是从北凉关口而来。